我这么多年单身呢，也觉得非常孤独。我觉得他呢，好像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年龄吧也不是问题。这么大你就是搭个伴过日子，我是真心诚意的对待他，而他总是跟我磨磨唧唧的。我说和他结婚呢，他也不同意。我想去他家见见父母啊，他也不愿意。我现在弄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大家看的时候，镜头上已经看出了岁月在一个女性脸上留下的痕迹，所以这爱情来了，什么都挡不住。掌声请出他们吧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老高，52岁，来自河南，学历中专；女主人公房姐，55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已经退休了，学历大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您比人大3岁啊？是的。一直单身啊？有过一次婚事。您呢？我是单身。一直单身？一直单身，对。52岁，一直单身。啊，一直单身，对。您向他求婚，他不同意？是的。认识他多久了？1年多了吧。我觉得他这人吧还行，那个忠厚啊，老实啊，还挺爱写作的，有时候啊。还有才气。哎，对，知书达理的。啊。我吧也已经50多岁了，退休了，还有过一次婚事。说找一个对象呢，也不是太容易的，所以说我觉得他还可以。有的时候呢，我就约他呢出来呢，聊聊天呐，或者吃点饭呐，喝点茶什么的。就是您一直主动呗。是的。这是你男朋友哈？对。我不承认。啊，你还不承认？因为的话，跟你说，他呢是离婚茬，再说我历来的话就没有结过婚，也没谈过恋爱哈。你连恋爱都没谈过？没有，就是说。为什么呀？我问问为什么呀？那个时候找对象，我们家挺穷，我在中专的话认识一个的话，给那女孩。就是我们同班同学，长得非常漂亮。他们家庭条件跟我们家庭条件相比呢，人家在天上，我在地上了。那你还是谈过恋爱？对，可是我们没向他表白过。我想着总有那么一天的话，我要富裕了，要怎么地的话，你说。你一直暗恋他？暗恋他，没有表白过。从没表白过？对。就因为中专这一同学，就您一直现在还惦记人家吧？他现在的话已经结了婚了，孩子也就有了。那你也结婚呀？那时候都30多了哈，30多了，父母也着急啊，也给我介绍了很多啊。他的影子老在我大脑中转悠，我看到别的女孩的话，老是不顺眼，就是说给我往后都推迟了，就推到现在啊。后来了，我同学的话又给我介绍一个，我说他这个太开放，我真受不了。后来的话，我也给他催了。行吧。就听明白你还挺痴情的。他这人吧，活在梦中，好像他都50多岁了，你说他也找20多岁的女孩，你说20多岁的女孩怎么可能跟他呢？等，您还是想谈恋爱的？对。但是您现在要谈恋爱的这个女方的年龄要20多岁的是吧？对。那有人给您介绍过20多岁的吗？也介绍过，那他太开放了，我还接受不了。您指的什么意思呀？现在的话，有很多女孩啊，没有拿到结婚证就有实质婚姻了。这个您不接受？这个我肯定是不接受的。您就喜欢他是吧？对。那这我特别喜欢。这1年多你也不喜欢人家，就想跟20多岁的谈，您跟人接触干嘛呀？他心目中啊，就是说想爱我，我认为是不可能的，因为的话他是个离婚茬。不管怎么样的话，我没有谈过恋爱，我要挽回我的青春，重走我的青春。要找一个的话，20多岁的女孩才能挽回我的青春，就这么回事。就是说只有找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，才算挽回了你的青春，是吧？对。那你这1年多，你跟人大姐磨叽什么呀？你在嘴上说不喜欢，其实他也挺喜欢我的。你也太火热了，这个。有的时候啊，我拉拉他手吧，他觉得就是非常不舒服。我说都这个年代了，你说咱们在一起拉拉手啊，是不是跨个肩走路，这很正常。他这个人都接受不了。因为我呢没有谈过恋爱，没有谈过恋爱。姑娘的话，我们还没有的话拉过手呢。你说他离婚前拉我的手，我感觉真的太不舒服了。我的话，我的手呢是准备的话让20多岁的姑娘来拉一下，我感觉心里我真的很满足。那您今天为什么来啊？就是说给他说明问题，以后不要再纠缠我，咱们还继续做一个姐弟关系好了，还是普通朋友。好嘛，现在他怎么纠缠您了呀？有一次吧，我去找工作，人家面试我的话走不开，人家要户口本，要户口本的话，当时我没有带，我就给芳姐呢打了个电话，我说你到我这来一趟的话，给他把我的户口本都取来。谁知道在取户口本的时候呢，他趁机的话给了我家的钥匙。
又给我洗衣服啊，又给我做饭，我感觉到很不自在。嗨，您干嘛这么做？人就不喜欢你吗？人家也不想那。那你看他不喜欢我，那我就特别喜欢他。我陪他家要是吧，就是为了那照顾，给他做饭呐，收拾屋子。他一个人在外面也挺不容易的。你们俩真是痴情种啊！我也说不清楚，我哪个反正就喜欢他。哎，我就相中他了。是挺头痛的啊。我再问问您好不好？您现在什么工作呀？我原来在矿上局工作，提前退休了。那您现在干嘛？我现在的话，你说来北京北漂吧。啊，不是北漂也得有点事儿做，您飘着干嘛呢？做个群众演员什么的。刚才大姐说您还爱好文学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业余时间爱好文学，写东西是吧？啊，对。那你过去那个女神，现在你们还联系吗？人家有孩子了，你说这现在也没法去联系了。人家已经有个幸福的家庭了，咱们也不能打扰人家。那您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？我呢，现在的话还正在寻找啊。城里边要是找不到条件好的嘞，咱们就找个条件赖的。反正您的要求就是20多岁啊，未婚啊，对对对。他有的时候都会上大学门口看人家大学生跟人家聊啊，都会这样。人家说的神经病都有点，哎呀，真这么干啊？不是的，不是说像他那样说了，你说真这样干啊？您跑到大学门口去？我今天为什么这么那啥，就是想让大家帮着他解脱，他心里有个结。听明白了。除了年龄要求之外，就没别的要求了，是吧？只要求年龄。要求年龄，再一个要求他作风正派，就是说没有实施婚姻的。就是金童玉女是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是。跟其他男人交往过的，您是不要。对对啊，大姐，咱回吧，这没法弄啊，这个。我拿他也没办法啊，所以您就来了是吧？对，您就考验他们仨来了是吧？我让专家们帮我解决。行，我就这意思呀。开导。我们不一定是开导他，还是开导您的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徐总，这事儿得你先说。你们不是就给人介绍对象了吗？大哥，这条件你那儿有吗？刚才他说的那些条件之后，我还真是翻着眼儿，我想。我们那儿虽然有8000万会员，按您这个条件和您择偶的标准，真帮不了您。我唯一能帮您的，我跟您说几句话吧。您是50多岁的身，20岁的心。对，每个男人心里都曾经住过一个女神，但有的是影响他一阵子，但绝对不是影响一辈子。通常说小说啊，都是作者的一些梦。金庸笔下有多少个美女女神啊？可也没见他娶一个小龙女或者王语嫣啊。梦终归是要破，女神也终究要变成女人，而婚姻一定需要的是女人。怎么变呢？按照人生阶段的不同，按照你的阅历的增长，你的女神会变的。比如说年轻的时候都会喜欢清纯的美少女，那是女神。青年的时候就会喜欢我一定要找一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贤妻。老年的时候是什么？就是一个健康的絮叨的爱你的那个老太太。这才是现实的路。如果你还抱着幻想你要注定蹉跎一生，你一辈子都体会不到爱情的滋味是什么样的。所以要重新界定你心目中女神的样子是什么。我非常建议你去再找一次那个女同学，看看她现在是什么样子。她现在的样子和这位大姐我觉得没有区别，甚至于还没大姐漂亮。这句话我有时候也跟她说过，她听不进去。大哥，我在高中知道恋爱的时候，我再回想起我在小学喜欢上那个女生，真是不好看呢。但她那会儿就是我们班上的女神。我跟她说一句话，我心里会很激动。你小学就那样啊？真早熟啊！你小学5、6年级真的，她学习非常好，然后所有的男同学都喜欢她啊。说一句话紧张死了，然后跟她唱一首歌《迟到的爱》，然后她骂我流氓。但是我高中我就知道了，当时我多么的傻啊！52岁，现在明白还不晚。为什么说不晚？因为你面前站着一个女神，而且又这么痴情的对你。高大哥，这个曲总这话的意思就是说，没有人反对您重拾青春，
但是重拾青春的方式是找回青春的心态，而不是要找一个青春的人。大姐，哎，你好。您说您喜欢他，认为他身上有一种文人的气质。是。我跟您说哈，中国传统的文人最大的特点是清高二字，换一个词儿，酸。您明白我意思吗？这个大哥他是属于内心火热，善于想象，总活在自己构建的一个才子佳人的梦里面。对的。实现不了，我就不从梦里走出来，我依然做梦，做到50多了。是的。您觉得这样一个男人，您能把他这个梦给他圆了，或者给他破了吗？我觉得也挺难的。今天是来做最后一次努力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跟您说哈，您不可能圆他这个梦，您能破掉他这个梦，但您觉得，如果你把他这个梦破了，他真的跟你在一起了，你会幸福吗？我有时候我觉得他这个人好像老认得死理儿。情感里就怕碰到了轴人，你偏偏找了一个最难的、最不懂爱情的50多岁的大哥，你要感化他，你要把他的梦破了，您何苦？我这是劝你啊，反过来说大哥2句，我真的挺担心您的。您今年52，您照您的梦去追寻。去找20多岁的不是那么好找，你别守着酸腐的那个自己所谓的那个梦想熬下去了。如果有大姐给你伸了一橄榄枝，已经牵过你的手了，你干脆就牵着她的手往下走，这也是一种对生活、对自己生活的补偿，也算是重走青春路啊。您说呢？老师，我是这样，家里边还有点家产呢，就是他有孩子，他不会再给我再生孩子了。我想找个年轻人，就是能为我的话传宗接代。继承我的遗产，目的在这个传宗接代是吧？我是这个目的，对。这就不是清高2个字能概括的了。您要是这么想法，大姐你今天更该死了心了。首先，第一个观点，痴情不是一种罪过。像这位大姐55岁了，依然能够非常热情的去追求自己的爱情。在这个舞台上，有一些20、30岁的扭扭捏捏的小女孩未必做得到，未必做得到这么坦诚。而男生为了自己的一个梦中情人，你说一个男人为了守一个女人守10几年，我觉得都挺可贵的了。为一个梦守10几年，这一点真的是很难得。你想想看，曲伟，你有过梦中情人吗？有过。你的梦中情人是谁？就是小学的那个。你的梦中情人和你现在的妻子相差大吗？那完全不一样。那为什么会有变化？你的审美为什么会有变化？因为我成熟了。成熟的另外一个词就是世故。为什么变得成熟？就是你更现实。你知道有一些梦想是无法照进现实的，所以你会妥协。所以每个少男少女在最初的构建爱的轮廓的时候，都是要找帅哥美女。但是真正到了生活中之后，你才会发现，你真正的爱人和你想象的截然不同。是因为你更懂爱了，同时你也更懂得面对现实。所以说，我们应该为他们2人的痴情先鼓一次掌。第二个问题，我尝试研究这个老大哥的内心所想。我问你是要一个完整的人生，还是要一个完美的人生？完整的人生。完整。最初我以为你是要有一个完美的人生。所谓的完美人生，就是将自己当初的梦接班实现。但后来我发现他不是要实现完美的人生，他只是想要个孩子，他想要个完整的人生。这没有问题，做一个完整的人生没有问题，但是你还是有一点偏狭。我在资料当中说看到他有个这样的要求，他说大姐拉着他的手，他觉得他很划不来，觉得被他占了便宜。因为你内心当中除了要求一个完整的人生，你还是比较偏向于要求完美。是的，但是完美这个东西是不太可能。人的一生很多东西都在你的计划范围之外。鲁迅说过一句话，倘若有完全的书，天下可备读之书，怕要缺无；倘若有完全的人，天下配活之人，怕要绝种。没有完美的东西。什么叫完整？爱情有吵有闹，那就叫完整；家庭有老婆有孩子，那就完整。所以不必在完美这个角度上更多的要求。其实我倒是觉得，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跟大姐在一起收养一个孩子不是不可以。虽然你也有可能实现找一个20多岁的跟你生，但是
相对于来说，可能机会会少一点。而您今年已经老大不小，52了，珍惜眼前人的话，可能对于你来说意义更大。刚才您还说您现在当演员是吗？跟谁演过戏啊？郝大群的。演过带台词的戏吗？很少很少。很少。所以呢，您呢以后别干我们这行了，受影响。您就觉得有些岁数大的人可以找到岁数小的，在我们这行能实践，那是极少极少的，不是很普遍的事儿。您明白这意思吧？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对的，但是要脚踏实地，实事求是，珍惜现在，珍惜眼前的人，这才是自己完整的幸福的人生。我希望你从梦中走出来，面对现实，看见你身边那么喜欢你的大姐，你前半生是在梦中度过，我觉得你后半生应该在现实中度过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大姐那么爱你，我觉得你应该再重新的看一看她。张老师他们说的，我觉得是特别有生活智慧。您哪怕先跟大姐谈个恋爱，你先学会怎么去谈恋爱和女性相处，然后你再说其他的问题。我怕的是浪费时间啊！你现在50多了，我再不抓紧时间的话，我到60也找不到。您都不会跟女孩子沟通，您怎么谈恋爱呢？咱们就是也不说瞎话，该说什么说什么吧，反正是最好是他就认准这个听了吧。死了啊，谁说都听不进去的话吧。我呢，听说现在对他的话，已经是我不愿意见到他了。行，就是说以后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就不见他了。姐姐也不做了，对不对？不做了。我也不愿意跟他的话再做姐弟关系。好吧。他既然这么坚持，那我也就放弃了。我就不愿意再见到他。好，两位，请回那儿去。你们站在门里，我告诉你们要坐着。今天呀，也不知道你们白来，两位已经说过放弃了。有一件事你们考虑一下，这个机会特别难得。我没有算过我们的广告价值是多少啊，就是大家也听了，每次来了就得快速的念一堆广告。你们要是说我们就真的分开了，我们还想出来征个婚什么的，一会儿你们还可以再转出来，考虑一下需不需要这个平台做这件事儿。现在来，请关门，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来啊！你们觉得这个男人可爱吗？就是这种痴情的男人可爱吗？我这个可爱不是说可以爱的意思啊，就是可爱的本意词儿。觉得可爱是赞成，觉得不可爱是反对。来，各位请选择。现场有77.78%的观众朋友觉得不可爱。我们都说喜欢一个人痴情啊，面对爱情你痴情多好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观众不喜欢了呢？其实你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一些东西。接下来是他们自己的选择，他们有勇气跟他们的同龄人和不同龄的人，他们去为自己发出一个征婚的请求吗？来，各位，我们一起数5个数，看看他们自己的想法。一起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哎呀，事实证明啊，大姐对他还是痴情的，人家不在这儿征婚。来，您就对着镜头呗。我现在有个条件呢，就是说我想找一个的话，20多岁的，反正28、9岁的都行，就是说他没有实施婚姻的。再一个的话，我呢，有个家底的话有一个2、3千万，就是说的话，他能为我的生儿育女的，能继承我的家产的。你家里有多少钱？3千万。一个人可以痴情，一个人不能说谎，不诚实是人品问题啊。这个的话，你说就是说我会实现的。这方面的话，就是您现在还没有3000万，您未来会有3000万，是吧？对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刚才话没给你说清楚，我现在再给你说。大叔啊，行了，祝您早日找到这个女朋友，祝您早日这个有3000万，请回去。好，谢谢。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挺同情这个3000万，这一说就不靠谱了，这就印证了光美老师刚才说的，他说的某些话，不是现实的，
那是一个奇迹。这个充分的告诉我们一个最基本的生活道理：人呐，你不管是现实也好，浪漫也好，人生的不同阶段如年之四季啊，逆了风景的成长一定不美，人要逆了年龄的成长也一定不美。